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如何做出这个提取边缘的效果，因为这个效果只在 EX 有嘛。那如果你今天是 Pro 的人的话，你想使用这个功能是没有的。那这个功能呢，我最常使用的是在做类似水彩边缘的感觉，像这样子。好，那如果 Pro 没有这个功能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实现呢？好的，那首先我们先复制一个图层哦。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到滤镜里面的效果里面的插画风，那你把它改成颈线。好，那它旁边就会出现一些黑色的线。那插画风转出来的线稿是这样的，然后它是透明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稍微的去帮它改颜色。那第二个呢，也在效果里面的铅笔风，然后呢，我们只显示轮廓线也会有类似的效果。那它一样是一个透明的黑色的线，我们可以针对它改色。可是这两个做法都没有这个提取边缘这个功能转出来的保留那么多细节哦，包含背景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第三个方法就是如何在没有提取边缘这个功能的状态下，做出这样子的效果。好，首先我们先复制一个图层，找到图层里面的除以，大概是倒数第5个。好，那这个时候你的画面应该会是全白的。接着呢，我们到滤镜模糊、高斯模糊，你的画面上就会出现一些彩色的线。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模糊度，然后按 OK。这样子其实就提取出来了。那除了高斯模糊以外，还有一个叫做镜头模糊也可以使用。镜头模糊这边呢，会有一些极角形哦。那预设应该是6角形，我们可以把模糊范围拉大，看一下。它在一些像点点的模糊的状态的时候，它会是像这样子6角形，或者是像这样7角形、8角形。那我用它预设，那我只调整它的这个模糊范围，还有一些其他设定。比方说，我把亮部的强调拉高之后，它一些比较亮、原本比较亮的细节就跑出来了。那就按 OK。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是用镜头模糊的效果，那这个是用高斯模糊的效果。其实，在人物的这个头发这边，两边的效果就差蛮多的。那我个人是觉得镜头模糊的话，可能比较符合我这次的需求，因为它有把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都做出来。我们这是已经模糊过的，我们先把它关起来。我们再复制一次原图层，然后把这2个图层合并，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底色是白色的图层。那接着我们再使用色相彩度明度，把彩度调成0。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比较灰色的线条。那如果你觉得对比不够，我们可以到色调曲线去调整一下它的曲线。那这个部分就看个人要不要调，我觉得目前这张图是不需要的。那确定没什么问题之后就合并，那我们就可以使用像线性加深，把它套在图上。如果你希望去改这个黑色的线的颜色的话，我们可以到编辑的将灰度变为透明度，按一下，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透明的图层，我们就可以针对它去改颜色。好的，那我把它做成了自动动作，那大家可以使用它。我们就选到我们的目标图层，然后按一下这个在线自动动作。那在镜头模糊这边呢，我调整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好了就按 OK。那它会自动帮你把边缘提取出来，我们就可以自动的改色啦。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次的边缘提取的替代方案，谢谢大家。